香柳的爱是低调的，其实他对小妖的包容比任何人都要强。爱一个人要学会放手的真理，他算是彻底悟透了。可能早就知道自己无法给小妖一个安稳的人生，所以香柳只会在合适的时机出现。每次看着小妖，渴望能从对方眼神里得到一丁点特殊对待的他，却生怕小妖真的爱上自己，所以从来都是做好事不留名的主儿。小妖凌厉低微，在这乱世中想要自保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。的确，小妖制毒很是厉害，但惩罚一些小魔小怪也就罢了，万一真的遇到危险了，那是需要一些武力值的。所以香柳便找了全天下最好的铸造师，集齐了各种难得的材料，专门为小妖打造一把趁手的兵器。本以为他会亲手送给小妖，谁知到了弓箭完工的那一日，他竟突然反悔说不要了。后来小妖在遭遇梅林刺杀九死一生之后，昊灵王这才想起了要为女儿打造兵器。好巧不巧的是，他请到的人竟然跟香柳请的人一模一样，对方便直接借花献佛，把弓箭转手给了小妖，说是只有9头妖的血才能让这把弓箭认主。那时候小妖才明白，原来香柳背着自己悄悄寻人在打造弓箭呢。回到陈荣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香柳所要3滴血。然而小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身体里也有9头妖的血，因为当年香柳救他用的就是至纯的心头血，他们的血液早就融为一体了。而香柳也大方，直接送了小妖2滴血，最后1滴则是用小妖的血认主成功的。看着小妖开心的模样，香柳心中不知道有多欣慰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，那日小妖想让弓箭认主之时，香柳竟然穿着一身红衣就来了。他可是9头蛇，向来不喜欢那些五颜六色的衣衫，总是一身白衣现身，即便是伪装防风被也不会穿如此扎眼的衣服。可唯独弓箭认主那次，香柳把自己穿得跟新郎官似的，两人彼此心照不宣地用共同血液让弓箭认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定亲呢。香柳从来都不稀罕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，尤其是面对小妖的时候，就跟没长嘴似的。可他总是用行动证明自己是深爱小妖的，即便是送礼，也是别别扭扭的让他人转交。让礼物认主的那一天，愣是穿着一身红衣，就像是要把自己嫁出去一般。看着小妖有了自保能力，他也会跟着开心。总觉得小妖只跟在香柳的身边才是最安全的，因为香柳灵力高强，总能用一切的办法避免小妖受到伤害。而苍玄呢，打着爱护小妖的名义，让小妖跟各种男人周旋，还有涂山璟一句打不过，让小妖都不好说些什么。大荒那么乱，恐怕也只有香柳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吧。香柳跟小妖的关系像是傲娇男女和古灵精怪女友，香柳生气，小妖就会主动去哄她，而看起来孤高清冷的香柳总是很容易被小妖哄好。香柳知道小妖是高辛大王姬以后，曾逼小妖吻自己肚脐，他宁愿晕倒也不肯。香柳问他为什么，他说的话隐含的意思就是告诉他，爱上他这个立场敌对的人，他会死得很惨，所以他不会让自己去爱他。香柳听出了话里的意思，生气不说话了。小妖连忙拿出随身携带的毒药奉上，哄他开心。一听说这是小妖，查阅了很多资料，找了好多稀罕药材，特意为他做的，他就看在他还惦记着他的份上，没有那么生气了。小妖和防风被在兵器铺选弓箭的时候，遇到涂山璟和防风夜影。小妖为了激涂山璟，让防风夜影帮他付弓箭的钱。防风被在璟面前帮了他，但是一出门就生气地问他要回弓箭的钱，随手就把小妖给他的钱袋子扔给路边的乞丐。小妖知道防风被这一回是真的气坏了，气他拿他当工具人去刺激璟。后来小妖在他那个像厨房的炼药室里花了半天时间，特意为香柳做了一幅锦鲤戏莲图，还被苍玄取笑他有把毒药当美食的怪癖。当他兴高采烈拿着锦鲤戏莲图去哄防风被时，他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打击了他满腔的热情。但是防风被察觉到他那点沮丧，很捧场的飞快把那一幅锦鲤戏莲图全部吃完，果然看到他后又高兴起来了。小妖看着吃得空空的琉璃盘高兴起来，得意地说，天下能把毒药都做得这么好吃的人只有我。防风被笑嘲，天下也只有我能欣赏你的好厨艺。小妖可不接受打击，说，得意之因足矣。
房风被似笑非笑地看着小妖，什么都没说。香柳睡过小妖的房间，还有一次同榻而眠的经历。在清水镇，香柳被宣的人伤了以后，半夜跑到文小六家吸他的血，还霸占他的床运动疗伤。文小六趁香柳不能动的时候，在他脸上画了9个头，还用星星镜记录下来。在轩辕城，房风被偷了轩辕在中原的秘密粮仓和兵器库的地图，身受重伤，还被追杀，躲到小妖房里。小妖终于确定他就是香柳，帮他打掩护，让他吸血疗伤。海底37年，大贝壳就像他们的家。香柳每天出去办事，然后回来躺在小妖身边入睡。他卸下冰冷的外壳，用最不设防的温柔对待他以为没有意识的小妖，但是他很尊重他，从无越轨之举。小妖被木匪等人所杀，香柳把他带回海底的大贝壳里住下。每逢月圆之夜妖力最强的时候，就用心头精血为小妖续命疗伤。小妖自尽，香柳用情人果再次救他，却不让他知道，并且在救了他之后用一条命解了蛊。因为这时候苍玄已经对神农开战，香柳不想小妖知道自己救了他的命而对他有所亏欠，而且不想因为自己主动赴死的结局连累小妖。香柳式的浪漫只用行动表示，却从不表白。